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上一集聊到了南韩三丰百货倒塌事故的经过，建商偷工减料，明知大楼承重可能有问题，在事故发生前也曾经有很多次的预警，但管理层永远将营业额摆第一，不选择暂停营业，罔顾客人的安全隐患，最终造成了502人的生命陪葬，让人不胜唏嘘。这一集会介绍后续发生的灵异故事，若还没有了解过这场意外的来龙去脉，建议先点右上方连结或描述栏观看上集哦。事故发生之后，有韩国网友分享了他们在事故发生前后遇到的怪事，虽然有穿凿附会的可能，但还是让很多人都相信了，变成一种都市传说。事发那天，我带着女儿在三丰百货逛街，突然女儿吵着要回家，说带她去买玩具也不要，拿我女儿没办法，于是我们就回家了。到家后一打开电视，就看到三丰百货倒塌的新闻，女儿说：“我就说要赶快回家吧。”我吓傻了，问女儿怎么会知道，女儿说：“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被一个黑黑的人用黑色的绳子绑住脖子。”我在一栋叫做 Acro Vista 的商办大楼上班，某天下班后，我在地下室准备要开车回家，突然看见停车场的尽头有一群人拿着购物袋往同一个方向互相推挤，当下我只是觉得有点诡异，接着就开车回家了。回家后我告诉老婆刚才的事情，还描述了购物袋上面有3个圆形的标志，老婆立刻脸色铁青地说那是三丰百货的商标。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上班的大楼是三丰倒掉之后再盖起来的。当天我在百货的地下楼层买面包，要结账时打开钱包，发现信用卡和现金都不见了，刚才买衣服时明明都还在的，我想可能是被偷走了，于是就走出百货要去警察局报案。这时身后突然刮起暴风，回头一看三丰百货竟然崩塌了，我当场吓到脚软，就差那么一点我就会被埋在那下面。这一幕实在太冲击了，当时我只想赶快回家休息，回家后突然又想起被偷钱的事情，打开钱包一看，钱跟卡竟然都还在钱包里，根本就没有不见。我是前三丰职员，事发前那阵子，我连续3晚都梦见已经往生的爷爷叫我辞掉工作，但换工作哪有这么容易，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。到了事发当天，店里有一位老爷爷在结账时，他钱也不付，就直接拿着商品逃走了。我立刻追上去，但奇怪的是老爷爷跑得非常快，我一个年轻人竟完全追不上。就这样一路追到了外面，没多久就听到一声巨响，回头看整栋百货几经倒塌，而老爷爷几不知去向。那天我和家人约好下班后要在三丰百货吃饭逛街，剩下爸爸还没下班，于是我们就先前往三丰百货。但在过马路的时候，突然被一辆计程车挡住去路，奇怪的是三丰就在面前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上了车，我整个人恍恍惚惚的，嘴巴上却继续聊着等下要在三丰逛什么吃什么。不久后我们到了另一家百货公司，想说都来了，那就先去买牛仔裤吧。下车后正要回头关门，车子竟然已经不在了，心想算了，赶紧逛完之后回去三丰吧。但进了百货公司后，发现现场员工都聚在一起，面色凝重地讨论着什么。后来才在家电区的电视看到新闻正在转播三丰百货倒塌的事情，我们都冒了冷汗，原来刚才的计程车救了我们。后来也跟爸爸碰头了，我们一家都平安。爸爸说他要离开公司时，正好有一通电话打来，但接起来对方一直不出声，他也觉得很奇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庆幸被那通电话拖延时间，救了一命。地铁瑞草站就在三丰百货的旁边，只要午夜时停留在瑞草站2号线，有时会看见一位烫着卷发的大婶，穿着90年代风格的衣服，一手上拿着三丰百货的购物袋，一手牵着小女孩要搭车。以上就是三丰百货事件流传的灵异故事，若还没观看上集的朋友，建议可以点击片尾链接观看。喜欢这些内容，欢迎按赞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后续更新哦。